欢迎来到 K 歌研究室，我是 K 歌。外星人真的来过地球吗？《山海经》中说，禹民国在其东南，其为人长头，深深禹。太平御览中也说，禹飞不能远，其人卵产。也就是说，禹民国人虽然看起来像人，但他们长着长头，背后还有一对羽翼，他们都是卵生。我们都知道自然界中一般只有鸟类、爬虫类，还有部分的鱼类和昆虫是卵生动物。也就是说，他们很有可能不是人类。很多人认为《山海经》只是怪志小说，不足为信。但是后来考古学家在考古发掘的过程中，不止在中国发现了与人存在过的痕迹，在埃及甚至在圣经中也流传着他们的故事。传说他们从天而降，曾一度改变人类历史。而这一切还要从一张羊皮地图开始说起。正片开始之前，还要请各位观众老爷们动动手指，点赞、订阅加转发，一键3连。拜托了，真的活不下去了。1819年7月14日，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批准了南极地区探索计划，选择了一位具有丰富航海经验的人来探险，他就是法比安·别林斯豪森。他是俄罗斯帝国的海军中将，也是著名的探险家。1月28日，随着他们对南极区域的不断探索，他们终于进入南极圈，发现了南极大陆。这是人类第一次用肉眼看到南极大陆。其实早在2000年前，亚里士多德就预言地球南部会有一块未知的大陆，这让无数的数学家、天文学家、地理学家产生了对神秘南方大陆的遐想。于是之后的多个世纪，科学家们对南方大陆展开了研究，甚至在15世纪大航海时代，一批又一批的人到南极圈探索。所以后来人们对南极的认知就是寒冷、荒芜，到处都是冰川雪原。可让人没想到的是，就在不久之后，一张羊皮地图彻底颠覆了人类科学家对南极的认知。就在20世纪20年代，土耳其人哈利在清理拜占庭时期的文物时，意外地发现了一张绘在羊皮纸上的古代地图。根据年代鉴定，这张地图绘制于1513年，地图的绘制者叫哈吉皮瑞，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著名的海军上将，所以这张地图后来被称为皮瑞雷斯地图。现在我们仍然能在网络上找到这张地图，你会发现在地图下方用淡颜色描绘出的南极陆地，有未被冰川覆盖的莫德女王地和枝杈纵横的内陆河流。整片大陆气候看起来非常温暖，甚至还有很多动物生活在那里。要知道，莫德女王地被冰川覆盖至少1万年以上，说明这张地图所描绘的内容至少在1万年以前呀。所以皮瑞是怎么描绘出1万年以前的南极呢？他说这张地图在画的时候用了20种不同的古地图和图表作为原始文件，其中8幅是托勒密地图，4幅是葡萄牙地图，1幅是阿拉伯地图，还有1幅是哥伦布绘制的。而他本人从来没有去过南极，所以这张地图引起了很多阴谋论和争议。因为在他300年之后，人类才发现的南极大陆嘛，而且既然皮瑞参考了那么多的古地图，那么其中有一些一定展露出了1万年前的南极。那这张地图的内容有没有可能是假的，或者说是皮瑞雷斯幻想出来的南极大陆呢？于是1949年，英国组成的考察团对地图描绘的区域进行了详细的地理勘测，最终肯定了这张地图的真实性。它绘制的确实是南极海岸被冰川覆盖之前的样子。更惊人的是，瑞典考古学家埃里奇·丹尼发现，这张地图的南极洲被拉长了。这种现象是在太空拍摄地球照片的时候才会出现，也就是说，这是一张从太空观察地球才能绘制出来的南极地图啊！于是，外星人观察地球的说法甚嚣尘上。可是1万年前是谁在太空观察地球呢？科学家们也不清楚。但那时候绝对没有人类文明，难道1万年前的地球生活着我们不知道的未知种族吗？就在2016年到2018年期间，考古学家在南极洲挖出了3个怪异头骨的消息，引起网友的讨论。因为它们长得太奇怪了，乍一看有点像人类，但头骨却很细长，和科幻电影中的异形差不多。这难道是挖到外星人的遗骸了吗？后来人们发现，不只是南极，在早年秘鲁就挖出了不少这样的怪异头骨。1915年，考古学家胡利奥·泰洛在秘鲁的帕拉卡斯半岛就发现了这些神秘人种的古墓，并将这种未知人种的文明命名为帕拉卡斯文明。
古墓中一共有429具遗骸，但它们的下葬方式看起来和简极为相似，每具遗骸都被放置在圆形的容器中，然后被20米长的布料层层包裹成圆锥形。这种怪异的下葬方式在人类历史上几乎是找不到的。为了解开这些未知人种的秘密，科学家们展开了研究。一开始他们认为这种怪异头骨可能是人为塑造，就像中国古代的裹小脚、泰国长颈民族一样，都是通过后天改变形成的。而且现在在南美洲、非洲的一些古老部落里，就有一些细长头骨的人。这些部落里的小孩在3岁之前就会被绷带或者皮革木片夹在脑袋的两侧进行固定挤压，让头骨变得又细又长。但这种物理形式的改变也只能改变形状，无法改变头骨的大小、重量和脑容量。所以，为什么这些古老部落的人要这么做呢？现代人类学家认为，他们可能是在模仿着谁，比如模仿着比自己聪明、有着先进知识和文化的人，或者是他们认为的神。而与之相对的是，这些挖出来的细长头骨和正常人类头骨相比，脑容量大了至少25%，重量也比正常头骨多了60%，说明这些细长头骨的特征不是人为变形的结果，是他们天生就长这样。而且他们头骨的结构也与正常人类不同，比如头骨下与颈椎相连的枕骨大孔，不仅比正常人头骨的洞要小，同时位置也更靠后。更让人惊奇的是，它没有人类头骨一定会有的质状坟。那什么是质状坟呢？要知道，人类的头骨并不是完整的一块，而是由很多的小块组成。伴随着年龄增长，这些小块头骨也会不断长大，最终它们会相遇，完美的契合在一起，形成完整的头骨。在它们相遇的位置，就会出现一种锯齿状的纹路缝隙，这就是质状坟。但帕拉卡斯头骨却完全没有这条缝，非常光滑，这与正常人类的生长结构完全不同。那是不是可以认为头骨的主人不是人类呢？现在还不行，因为一些科学家怀疑，他们可能是在头骨发育过程中产生了畸形，而这种畸形会遗传。因为这429具遗骸是不同时间埋下去的，很显然他们是一个族群。于是科学家对帕拉卡斯头骨做了 DNA 检测，结果发现了更恐怖的事情，他们可能真的不是人类。检测结果显示，其中头骨最长的样本来自 T2B 族系，这个族系是起源于美索不达米亚，也就是如今叙利亚位置，也是当年苏美尔文明的发源地。而且线粒体 DNA 提示是母系遗传，所伴随的基因突变是在整个地球生物中都没有发现的，也就是说，它们是一个全新的类人生物。那它们到底是谁？当科学家们逐渐复原帕拉卡斯头骨的样貌后，所有人彻底傻眼了。为什么他们和古埃及王后纳芙蒂蒂这么像？他们好像都是长头人，而且现在我们能找到的关于纳芙蒂蒂的所有画像都是这种长头人的形象。作为古埃及最传奇的女性，12岁时进入后宫，15岁左右与阿肯纳顿成婚，共同统治国家。但奇怪的是，没有人知道她到底从何而来。巧的是，阿肯纳顿也是一个有着细长头骨的人，并且他的形象更加明显。从保留下来的石像、壁画以及文字记载当中，我们都可以看到阿肯纳顿的脸型很长，头骨向后延伸，四肢很细，肚子却很大，胸部也略显女性特征，确实不像是一个正常的人。耶鲁大学的欧文·布拉维曼教授认为，阿肯纳顿的模样可能是基因突变导致他饱受各种疾病的痛苦，比方说马凡氏症候群导致四肢和脸型加长，而克兰菲尔特氏症候群促使机体过度产生雌性荷尔蒙，罗利克斯症候群导致脂肪沉淀，有巨大的腰身。至于他的头又圆又向后延伸，可能与儿时头骨生长过程有关。但是如果这是真相，那就意味着阿肯纳顿应该是体弱多病，甚至会早逝。为什么还能与纳芙蒂蒂一起管理国家呢？于是考古学家对阿肯纳顿的遗骨进行了研究，发现他的身上有着很多非人类的突变，只是到现在他们都没有公开研究结果。前面我们提到，帕拉卡斯头骨的 DNA 检测显示，它们来源于苏美尔文明，是一个全新的类人生物。所以到这儿，很多人就觉得这简直太玄幻了。如果是真的，历史就要被重写了，因为第一批进入美洲大陆的将不再是哥伦布，而是早在苏美尔时期就跨过太平洋来到美洲大陆的长头人。但是 K 哥告诉你，这很可能不是玄幻。苏美尔文明大家一定不会陌生，
之前的视频中咱们聊过，苏美尔人信奉的神是阿努纳奇人。那在苏美尔神话中，阿努纳奇人为了人类能够更有效的工作，就改变了人类的基因，再加上后来底下的男性阿努纳奇人和智人女性自行结合出生的孩子也更具有阿努纳奇人的基因。最后当阿努纳奇人离开地球的时候，又对人类进行了一次基因编辑。那么在这些基因遗传的过程中，会不会就发生过突变，导致后来的一些苏美尔人成为了长头人？又或者这些长头人就是阿努纳奇基因工程的产物呢？长头人的故事仍然没有结束。在苏美尔王表中记录着，在大洪水之前，他们最初的那些王寿命都长达上万年，大洪水之后寿命就开始逐渐缩减，最后和正常人类的寿命没有什么不同。可是为什么偏偏提到大洪水，为什么寿命会减少？巨人之书中早就给出了答案，就是那些寿命长达上万年的王并不是普通的王，而是很久以前来到地球的守望者。这些守望者不光守望人类，还教会人类很多的语言文字，并且开启了人类的文明，成为了人类世界的王。最关键的是，他们都长着翅膀，就像西方的天使。你有没有感觉很熟悉啊？因为在苏美尔文明的很多壁画上也都有长着翅膀的阿努纳奇，他们也在教会人类知识，而且和正常人类身体大小对比，你会发现他们的身体就像巨人一样。他们里面也有一些阿努纳奇长得奇形怪状，比如鸟头人身、半人半鱼的。那么在巨人之书中啊，这些守望者最终和人类女性结合，生下了一些基因突变的巨人。那这不就和阿努纳奇的基因工程对上了吗？而之所以寿命会减少，巨人之书中说是这些守望者违反了最初来到地球的指令，与人类通婚，并传授人类知识，甚至还生下了混种基因的巨人。于是神降下了大洪水来重启世界，而那些守望者也离开了地球，回到了他们的国度。那这么来看的话，守望者们的消失不就代表着基因工程被取消了吗？也就再也不会出现寿命更长的人类，只是难保一些人类女性的身体中不会保留着最后的神的基因。所以你看苏美尔王表中后来的一些王，它不是咔嚓一下寿命和正常人类一样，而是慢慢减少，就说明他们的身体中还是有非人类的基因，只是没有那么夸张。那么基因突变出现长头人也不是不可能，但是你以为这种长着翅膀的非人类生物只在西方出现吗？中国其实也有。山海经中说，与民国在其东南，其为人，长头，生生羽。也就是说，与民国人虽然看起来像人类，但他们长着长头，背后还有一对羽翼。1987年，洛阳机车厂在修建的过程中就挖到了一座古墓，其中就出土了一件羽人的青铜雕像，还原了羽人的样子。你看它像人类吗？反而像长着翅膀的外星人。而羽人不止出现过一次，在西王母宴乐图中，西王母身边也出现了羽人。而羽人在东方神话中是作为天界的一员，身兼数职，有时需要担任引路人的角色，接引凡人升天，和西方天使的职责差不多。那么天界在哪里？古人口中的天到底是什么？这就是另一个故事了，之后我们会专门聊聊。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 K 哥，我们下期再见。